你找我来，不是光为了喝茶的吧？借茶，谈酒。我真的很怀念那段日子，迷茫、彷徨，还带着无尽的向往。向往背靠上彭会长这棵大树，向往跟秋风将爱情和事业进行到底，向往跟欢子精诚合作，向往跟你开拓进取。我甚至向往过跟李莹莹打造出个结果来。尽管我一直很努力，但是一件事情都没有实现。谈正事儿吧。你电话里说想要来绿野新村投资，现在又说想要以茶谈酒，你是不是想投资安世馆的沙藏酒啊？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所谓的正事都很无聊吗？如果真正想要谈起来的话，3、2句话就可以搞定。我们就不能先叙叙旧，聊聊关于爱情或者友情的话题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方梦初了，我现在是绿野新村的村主任，我没有时间回望过去，我现在只想着未来。而且我对你没有什么感觉了，也没有什么旧可续。没有感觉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最大的悲哀莫过如此吧。哪怕有恨，至少心中还有个痕迹存在。好吧，谈正事儿。我打算投资3到5个亿，打造沙藏酒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好玩。当初我以为我失去一切的时候，那个我做梦都想靠上的彭会长，居然主动的找上了我。现在我是他的助理，全权负责此事。那你直接说是彭会长投资的不就完了吗？我是具体的执行者，请不要忽略我的感受，包括我的意见和建议。原本我们是想跟绿野集团合作的。秋风是不会同意的，因为他懂市场，所以他必然会拒绝。那你们呢？你们的理由是什么？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懂市场，所以我们感兴趣。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？以你现在的知识储备量来讲，就算你回炉重造的话，也只能勉强的理解个皮毛，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的那么具体。但是，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个关键的核心理念，记住，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，一切要以迎合年轻人为主，不要总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懂酒，应该反思一下，为什么现在的酒它不懂年轻人。虽然这句话我可能现在不理解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合作了，我可以学习。我们的合作另有个前提，你说。很简单，这件事儿我要跟秋风来谈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够解决我们的顾虑，还能让沙藏酒短时间内迅速的崛起。最重要的是，能够解决乡村人员的再就业。我不想见他。你不要这么狭隘行不行啊？我狭隘？你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呢？我这辈子都不想见他，我连名字都不想听见。你能不能向我学习学习？啊，你看看我跟文彤、跟陆瑶瑶，现在不是还是好朋友吗？还能一起做事啊？你不惭愧，你反而很骄傲是吧？我当然惭愧了，那我总不能逃避吧，我总得面对吧。要不这样，你呢不用见他，你派个代表配合我去谈。那和藕断丝连有什么区别吗？我和你们这些多情种缠缠绵绵的不一样，我做事就是黑白分明。那这几个亿就不让他进来了？你当真进得来呀？他为什么进不来啊？就算你回炉重造，我给你解释那么多，你也理解不了。我直接告诉你结果，我不干。
说你俩呀，是不是对过台词啊？我好好的回炉重造什么呀？我喝口茶冷静冷静。我有一点特别不明白哈，你说茶水市场跟酒水市场这么像啊，你为什么就对绿野新村的新茶这么满意啊？就不想打造酒水市场，就因为你懂茶不懂酒？酒是色媒人，茶是清醒客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彭会长呢叫了霍启明来跟我们进行商务合作，可是邱总呢不愿意见他，我是没办法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啊，像你们这种商务合作啊，既不是我的专业，也不是我所能干涉的。所以呢，还是得看你们自己怎么样去摆平自己的心态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求再做定夺。那你总得有个倾向性吧？你倾向谁啊？以前啊，做梦都想要拉投资，可是没有好的环境和像样的产业。那现在有人主动给我们投资，我实在想不到一个拒绝他们的理由。对啊，就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和客观需求，不能夹杂一点的私人情感。遇到分歧那都是正常的，遇到分歧那就开董事会。我相信啊，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群策群力解决不了的。一言堂的董事会，不开也罢。是吗？嗯。哦。上会就上会，非让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说不。九爷，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。你说，您为什么要酿酒？我因为我喜欢。那您之前赚的多吗？不多，为什么？爷的酒成本偏高，爷又不想卖那么贵。但是我要想很多，我甚至替您全盘核算过，以您的酿造工艺，出厂近百的酒水，在我们山区来说，又有什么样的销量呢？这个我还真没想到过。不是您的酒不够好，是您的酒出厂即高端，这就是症结所在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自建、自产，成本会进一步压缩。但问题在于，若一斤只能赚个几块钱，那谁又会来我们的酒厂上班呢？那几百块钱上1000块钱的酒，那多的是啊，那他们怎么卖的？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。下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引资打造。通常的做法是新建酒厂会挂靠一个知名酒厂，然后引资3个亿，实际投入只有3000万，剩下的2.7个亿用来后台运作。至于我们酒厂来说呢，如果赶巧成功了，那自然最好不过；如果最终失败呢，那我们就宣告破产 ，Game over。我想问一下，那这一些对我们村子有什么损失吗？没有，甚至可能会带来些许好处吧。那既然没有赔很多的话，那我觉得就可以干。而且现在我是站在民众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的，所以我同意引资。你和他的意见当然一致了。那我再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结果，我们将丧失大部分股权，其中包括核心技术、专利权和商标注册权。游戏结束后，必定一地鸡毛。我们不会损失很多钱，但是可能就会丧失掉山区人民的热情。爷呀，咱俩太难了。容我再想一想。姑娘，我能不能说几句啊？前辈，请讲。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啊，说句大话啊，过去啊上亿的这个流水我也见了。为了咱们绿野山庄啊，这个钱呐，我们老哥几个我们出啊。我就想问你年轻人，你们这件事儿能办还是不能办？你先聊啊。不是，
我想呀，到时候这么找你赵叔和王叔他们一块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出这个钱。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哎，不是，那你说什么呀？哎，不是我，哎，那咱们继续吧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有信心，并且不需要你们投入太多。毕竟事在人为，人是第一生产力，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。你在北京那些有梦想的朋友叫来一些呗，结合我部所有成员，咱们组建一个宣推团队，自行打造，自行营销。好。当然，我也相信山区对我们打造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。万一我们之后成为民族品牌呢？是不是？为表诚意，我集团会先行出资，负责厂房和设备的组建。现在敢问，诸位对投资的意愿如何呢？这句讲的，这一下全讲了。小钱啊，来过来，坐这儿。啥？怎么了？啊？现在终于有在下的位置了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快老前快坐吧，坐吧。道上。哎呦，喝不惯这个，这少来点。我知道你爱喝白的，对付着喝点啊。刚才说了一半，今天这个董事会啊，我说到安世坊酒厂的事情，他们说缺钱，后来我呢就说哥儿几个这个钱我们出了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这个。老方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话说的太早了，你就不能改改你这急性子吗？我说你两位什么意思啊？有事没事你敲打老方干什么？哎，这老方啊，现在还把他自己当那一呼百应的大矿主呢，是吧？不是你大头，这话就叫此言差矣。人家老方现在差吗？那可是我们环卫部门的总长，他负责征战整个全镇的垃圾场。反观哥几个，现在不就闲人一个吗？行，我先不说这个了。其实啊，当不当什么是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啊，我这么做也是考虑了哥儿几个的面子。你说，如果哥儿几个不投钱，你们在年轻人面前，你们能抬起头来吗？不是老方，我觉得这个面子问题啊，还得两说呢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个面子啊是靠实力争取的，要不然搞不好你这个面子没争着，反被别人打了脸，就难看了。哎，这话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你们几个到底投还是不投？我没问题啊，大头、老王、老赵，你们三个怎么想的？组成集团的时候大展宏图的时候你们干嘛了？又是支持又是鼓励的，现在怎么了？缩回去了。咱可是男人呢，爷们儿啊，这头一缩不就成了这个了吗？哎，你这怎么说话呢你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你掏钱吗？老钱，你要投，我马上就投，行吗？姓马的，我钱瘸子为什么不投？是因为我没有啊。废话。话说回来，我有对你们哥几个的信心，相信哥几个纵横商场这么多年，就算不挣钱，他也赔不了。再说还有政府撑腰呢，能干到地上去啊？先干起来就得了。等哪一天突然间九爷没了，你们想再干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别说这个。小钱，你笑什么？这事儿啊，由我爹做动员准成。那是，那你们爷俩群众基础老好了，吃花生米都堵不上你的嘴。我也相信啊，老企业家们一定会支持我们的。是我们村拆迁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有闲钱了，都不知道怎么花。你说他们不投酒，他们干嘛了？哎呦，那得抓紧点纠缠他们，不然打几把牌又输光了。也有赢的时候了。是吗？这事儿不能靠纠缠去解决，这事儿要靠实际行动去引领带动。那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，就要一鼓作气。对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哎呦，你现在说这话可越来越不像你了。老爱学习了。哎呀，感谢我吧，还不是在我家那书堆里面提炼的，是吧？你可拉倒，我跟你啥关系？我自己追求进步，我自己争气那是。干嘛，孟川？你有什么顾虑啊？我没什么顾虑了。我呢，
同意邱总的提议，只是还是觉得有点遗憾罢了。这样吧，我抽时间去会一会霍启明。果然是这样，秋风所言丝毫不假。那又怎样？商业套路、游戏规则，既不违法，也不乱纪。更何况，对你们当地来讲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那也未必。既然呢，核心技术掌握在集团手里，那么我相信他们有理由主动或者高调一些。当然了，我的感受和方梦初也差不多，虽然有遗憾，但是对你们投资的诚意深表感谢。霍总，我还有另外一些想法。其实你们可以复制绿野新村的模式，在我们镇其他的一些村子拓展一下业务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关于这个，免谈。好，后会有期。不送。真好，跟咱们小时候一模一样。都这么大人了，能不能聊点成人话题？好呀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九爷的老宅子里面给孩子们做游戏教育。行啊，那我就去给你当保安。之前我不是说过吗？如果你将来开一所学校，你做校长，我做保安。你说你现在这么忙，这么多事儿，还惦记当保安呢？我之所以这么做，还不是想和你在一起吗？我爱你。哎，你知道你那轮椅癖是咋回事不？谁轮椅癖啊？我又不爱轮椅，我就是爱轮椅上的你。根据我啊夜观天象，我已经把这个谜给解开了。其实这是一种具有男子汉气概的表现，因为你喜欢照顾弱小。有吗？我怎么不觉得呀？你当然不觉得了，因为都藏在你的潜意识里。潜意识？潜意识哪儿？是不是后脑勺啊？你把它劈开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劈开不全是脑浆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要说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，那倒是可以的。为什么你的表白都那么血腥呢？你是一个内心中充满爱和这个太阳的男人。我本身我也不阴暗啊。你就不能浪漫一点吗？不是不能浪漫，只是你突然那么一说吧，我就觉得有点浪不起来，这是。还是看别人飙戏吧。你说这俩人，这面对面那么长时间也不动换，哎，你们倒是动换啊！打造出来诺古田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同步发展农业旅游，再结合现有的基础，打造出来的一个田园综合体。这也是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种具体体现。你这个二元指的是什么呀？简单来说呢，二元就是不同和差距。你就拿城市跟农村来说的话，不仅有物质差距，也有文化差距。而且缩小城乡差距，本来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嘛。我还以为你只懂二次元呢。你把天聊死了你！我知道，但是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
笑什么呀你？真是为难我们房主任了，天儿也没法聊，人也没法看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行，那你继续，我回家。哎，别，咱们一起吧，毕竟咱们要做这个产业，就要自己先对这个产品有完整的认识。目前来看，咱们只能靠喝了。喝了？嗯。别笑了你。哎，我平时不爱笑的，但你不知道，我一笑我就停不下来。那你继续笑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豆腐炸速递。方不出啊。好，好，好。老铁们点赞啊，点赞，冲一波热度给我们！谢谢老铁们，谢谢啦，谢谢老铁们。嗨，汤木初。对，我正在拍戏呢。真的呀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这就来了。快餐来啦！我是为了体验生活，顺便混口饭吃嘛。你呢？我至少干的还是本职工作。哎，方志平，你们这还有活吗？当然有了，不然叫你们来干嘛呀？我宣布啊，正式同袍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今天正式落地绿野湖畔，各组准备，饭后开饭！集团承诺高于市场价收购诺股，村民们的热情都很高涨。在文老支书的带领下，不仅短时间内完成了种植，3年内可以先交粮后收款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集团的压力。我们下一步打算把地块集中管理，有序种植，结合周边环境，推动现有农庄、农场的建设，打造田园综合体。时间的廊桥，让梦想同步年轻心跳。我们的志向比天高，附送着美丽的青春歌谣。青春正好，点燃这火苗，以微光照亮了泡我加入他们呀！你洗脚了吗？你就踩，还能喝吗？最美这是我们正值年少。煮酒呢见效快，产量也高，我们跟乡亲们签订了预购合同。保证只要煮酒成熟后，集团就会进行回购，所以整个生产过程非常顺利。集团也承担着风险，对吧？是的，如果销售环节不畅的话，确实会比较麻烦，所以我们在生产之初就进行了宣传工作。好，各组准备，加油啊！开机，开始。我们的煮酒采用纯手工糯米酒为原料，用独特的方式封存于适龄的竹节中，待到一定时间，阳光雨露、天地精华自然会吸收于酒水之中，形成丰富的营养物质，不仅具有抗氧化、抗衰老和调节免疫系统的保健作用，并且相当的环保哟。好，
哎，来，一人一束啊，留个纪念。哎，我来注意一下。有了。哎，可以啊。哇，好香呀！你好虚啊！我注这颗吧。哎，这有眼儿。文彤，我们俩注一颗怎么样？哎，你看看人家。你过来嘛。慢点。以前我只把你当做一个任性而又让人惹不起的丫头，没想到你才是我商会中精英中的精英呐！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还能合作？没想过。不过，为了感谢您对我的引领和帮助，我送您一张绿野仙都的终身体验卡。哟，那我要感谢你了。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就是觉得9爷的酒和我们的茶都特别棒。笑什么呀？方梦初，你变了。能从你嘴里说出我们这儿的产品是那么的好，那么的棒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你别阴阳怪气的啊！真的。现在呢，产品的跨界融合非常流行。而茶和酒在销售渠道上就有着很强的融合价值，所以我们下一步呢也准备尝试茶酒融合的销售方式。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件事，你说，现在我们山区条件好的乡镇都打造茶园，那么未来的茶产业肯定会超出我们的预判，我不想在这方面出问题。我明白你的顾虑，我倒有个办法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仙也是一种醉啊，绿野仙茶，魅惑你的人生。有请下一位选手钱小泉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山好水出好茶，绿野仙茶，品味你的人生。采！哎，爸爸，哎，宝贝，哎呀，爸爸，打扰一下啊，庞阿婆呢？听说咱们集团在竞选代言人，也想尝试一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啊？当然呀，我很想看。行，妈，那你就试试吧。哎，去吧，阿婆。来，阿婆，我们不紧张啊。哎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绿野遥相望，共品天下情。阿婆仙茶，颗颗情深，片片意浓。我说邱总啊，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在家，也难得把你请到家里来，怎么丧着一张脸不高兴啊？你说这茶啊，真的是博大精深。至于这极品中的极品，那必须在我彭叔旺家才能喝上。来，秋风小姐，您尝尝这绿野仙茶。我不想喝。
谁惹你生气了？彭叔望，你今天叫我来，到底要说什么？你直说。鸿门宴吗？此话怎讲？你不说，那我说了。好，我洗耳恭听。一开始我只以为你让阿姨当代言人，但我没有想到你会去抢注商标。你要主控绿野品牌吗？你知道你这个做法给我们集团带来多少经济损失吗？这肯定是你跟方梦初一起想的，我还不知道你们。你就先喝口茶消消气儿，听我解释好吗？你不用解释，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。那你说来我听听。茶产业是山区未来产业的重要支柱之一，所以它的母商标一定要在山区人民的手里，你们是不会允许它被集团攫取的，对吗？我说小峰啊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懂我了。早就被你洗脑了。但是让我生气的是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我已经极大限度地站在山区人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。你很不信任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找你来不就是为了商量这个事情吗？你想想，当我们的茶产业基地完成之后，所有绿野茶的收购以及销售都是由你来统一负责。那如果我们的政府不重度的参与进来，绿野品牌的品质谁来把关？这个叫阿婆鲜茶，那个叫阿郎白茶，不乱了吗？就是现在，即使出来一个邱奶奶乌龙茶，那它前面也得加上绿野2个字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最清楚了。邱奶奶，清楚了，彭大爷。你家院子是真舒服。我说你怎么老惦记着我们家院子啊？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其他东西啊？我就随便夸一夸不行吗？行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从前，在四川的边境有2个和尚，一个穷和尚，一个富和尚。一天，穷和尚对富和尚说：“吾欲知南海，何如？自何事而往？吾一贫一帛足矣。”到了第2年，穷和尚从南海回来了，跟富和尚讲述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。穷和尚说：“啊，老师，课文里没说呀，我怎么知道？”万一你去的不是南海，而是绿野仙都呢？我看到了废弃的矿山变成了茶园儿，我看到了破败的老屋变成了民宿，我看到了白鹭返航，看到了游子归乡。西蜀之去南海，不知几千里也。僧富者不能治，而贫者治焉。人之立志，故不如蜀彼之僧哉。是故聪于敏，可视而不可视也。自视其聪于敏而不学者，自败者也。昏与幽，可陷而不可陷也。不自陷其昏与幽，而地学不倦者，自立者也。真是没想到啊！广大农村天地，竟能有如此大的作为。我呢，我出现了和你当初一样的尴尬。彭叔望3番5次找我，都被我婉拒了。现在再想进入，也不是不行，但要有合适的名目。您想怎么做？人们不是讲究绿色环保大主题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资本做得健康一些？您的意思是开启绿色金融风暴？彭叔望不是要带动周边村镇吗？以其名，复制绿野仙都的模式，砸他个20亿。从前呢，我们都为了梦想努力过、奋斗过。
现在在我的家乡，我们的梦想正在逐步的实现。现在很多乡里的年轻人都回乡发展了，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回乡创业的故事之后，深受了鼓舞。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所以我认为呢，现在实际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，应该拍一部关于青春、关于梦想、关于奋斗的作品，也能展现出别样的青春和别样的奋斗。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方乃制片身上都经历了什么呀？他真的成熟了。我也很欣慰啊。好，剩下的就看我陆主任的了啊。怎么回事？那我也成长了，好吧？哦。这人物之间情感关系是不是也太乱了点啊？怎么办？说出来不好听，拍出来也不好看呀。说话呀！其实我们可以就爱情和事业之间的关系做点内容出来，比如，爱情到底是可以促进事业，还是会毁了事业？在爱情失败的时候，又是怎样做到彼此坦然面对的？还是编剧靠谱。另外，现在两个原型人物的关系比较模糊，不大好定位啊。你说的确实是，值得好好探究一下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去好好采访一下他们，深入的挖掘一下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可以啊，走。来活了。这里是宝水镇绿野新村17梦想平台，重点在于尝试培育和发展新型互联网金融、财富管理等金融服务体系。另外呢，还下设了教育基金。2期梦想平台还在筹建当中。主要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年轻群体创办电子商务，包括互联网领域内的产品研发、生产和经营等。3期平台呢就更为复杂和庞大了，包括了山区的方方面面。你能说2句人话吗？我说的不是人话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做尝试发展新型互联网金融吗？彭会长已经进入山区了，主打绿色金融风暴，并且希望我们能够协助他跟我们山区合作。只是有个核心问题，我一直没有想通，就是怎么样让良心资本进行良性运作。陆总的意思是，想让您谈一谈这个个人生活和情感问题。个人生活和情感，这不是你们都比我了解吗？你们自行创作吧。啊，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大家呢一致觉得你的原型理应是本剧中的男1号。对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情感线啊，比较纠结，比较混乱，有损主角光辉形象，不利于人物的正面塑造。毕竟你和本剧的2位女性角色不清不楚的，然后呢，眼下又和第3位女性往来暧昧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问题你要是解决不好的话，这个男主你也别当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会尽量把你设定成一个类似于天才型的人物。天才嘛，都会有一些显著特点，其他方面都很强，唯独不善于处理这个情感问题。好了，你可以开始说了。我承认，在有些方面呢，我确实做得不够好，不够敏感。当初跟文彤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总觉得是理所应当的。后来我发现，可能我俩在一起，更多的是因为习惯吧。当然，问题在我身上，是我一直忽略他的感受，没有走到他的内心深处，去想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再后来呢，坦白说，在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要说没有被瑶瑶吸引过是不可能的。我甚至有想过，如果再往下走一步的话，会是怎么样的情形。但后来我想，这不仅仅会伤害到你的感情，也会影响到我们2个人一起为梦想奋斗。一切都回到正轨上了。也许是因为在山区里，所以我能够比较保持清醒，我也能坦然面对。
李姐，通过啊？当然了，对于你的顾虑，我也不逃避，我也接受观众的批评，但是我相信，观众会理解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剧中的人物也需要改变和成长嘛，应该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。我被你打动了，你还是我的男一号。那说说你对秋风的想法吧。你谈秋风干什么呀？我一再的坚持，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。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，又不停的迷惘。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被爱错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